迎亲喽！良辰吉日，喜迎新人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在抢救室吗？我这是穿越了。恭喜宿主成功穿越，万能医学宝典系统绑定成功。鉴于宿主当前处境，强制主线任务已发布，就旨将军陪庭，任务失败，抹杀。小姐，您和将军已经拜完堂了。好，先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这就是我要冲西的将军吗？看着还挺帅。不管了，先救人。系统已经提示中毒，但我还需要判断毒是什么时间下的。夫人懂医，懂一点。把药碗推进些，不要碰碗底的药渣。补气、安神、温享心脉，表面方子没有问题。下毒的人不想让他立刻死，只想让所有人相信他是旧病加重。这药是谁送来的？服了多久？每日3次，已经半月，每一碗都有人验过，银气也没有异样。症状和药味只能证明可疑，毒已入心脉，1个时辰内会死。他不是病，是中毒，毒已经进了心脉，最多还有1个时辰。东窗只开一线，熄掉香，准备热水、烈酒、白布，再找最细的银针，所有圣药和药碗都封好。从现在起，不许任何人再给他喂药。府里没有现成银针，这就派人去取。先稳心脉，再提意识。银簪只能临池带针，位置和深度不能有半分偏差。你怎么知道是毒？想问话，先松手。别平躺，小桃服肩，服输别碰胸口。你是谁教出来的？乱的是外层毒，现在拔才会送命。若你错了呢？那我陪你一起死。脉回来了，只是抢回半条命，深毒还在。你是谁？苏婉，你们8两银子买来冲洗的人。8两，嫌便宜，等你活稳了再补。恭喜将军行转，太医局开的安神药刚煎好，半月来一日未断，最是稳妥。半月来都是你送，自然，将军的药奴才不敢假手于人。那就劳烦管事先尝一口。我也想知道这碗究竟是救人还是杀人。尝完告诉我。现在你还要说它是安神药吗？夫人初入府门，便拿府中老人试药，未免寒了下人的心。一次剂量不致命，1日3碗，足够把旧伤伪装成油尽灯枯。拿下，留活口。探他鼻息，人没救回来，证据不能再死一次。太医局还是太师？阴手烙痕只证明他属于受训死士，药牌也要查发放来源。他说不完，人和物会替他说。药从哪里来，牌是谁发的，烙痕属于哪一批人，总有一条能对上。半年前第一次毒发，顺着毒料查回京城，线索最后断在太师府外，但没有人证，账目和来往凭据，单凭怀疑不能上殿，所以我压着真实病史，等他们继续动手。你是真拿自己的命当饵，原本只差1点就能钓到活口，现在钓到一条死鱼。也钓到了你，我不在你们的局里，所以你最危险。救我，图什么？图活命。你死，我不是陪葬，就是被灭口。到城时，城时省时间。这毒能解吗？外层压住了，深毒只能慢解，硬解会伤心脉。你配合6成，逞强便不到半成。继续治，便不许瞒病，停药也不能临时拿我做饵，
药房、药册、送药记录和参气，我都要。明早一并给你。今晚不许运功，也不许离床。大夫都这么不客气。想活就听医嘱。时辰不同，药量却完全一致。第一，病情不得隐瞒；第二，让我入局必须提前说。准。按节给我和离书，保证我安全离府。从现在起是合作，不是主仆，也不是棋子，同谋，比夫妻可靠。报孙幕僚到府。半个时辰，不伤心脉。第一条，不许我拿命应承。这次由大夫算分寸。今日只验将军这一条命。香气会催快心跳，它不是来治病，是来逼出真实脉象。夫人似乎不担心。太医局治了半月，我担心又有什么用？将军若自然病继，太师不会为难一个守节寡妇。若不是自然病继呢？虚服断续，3日之内随时会再发。夫人既懂医，为何不救？我若真能救好，岂不是显得太医局很没用？骗过了，骗过了脉，但他不是来探病，是来给死期。他出府便说3日内要见丧报。验命、定期、收尾，3步齐了。下一步是府里向外传信。那就让他们送，顺着消息找上你。管事死了，剩下的药是谁经手？名字可以换，暗号不会。把刘婆婆叫来。夫人，给将军熬的补药。辛苦婆婆，明日还是你送，火候和时辰都别改。如今他鹰手烙痕是负责灭口的死士，同一条线里，送药和灭口分属2层。现在拿人，现在拿他只会断线。那明日放他出府，照旧传话。不跟，但换人，接信的人才是我们要找的。夫人，刘婆子准备出门了。知道了，要不要靠近？先别把人逼死，看清他见谁比听清一句更重要。里面确定？将军没死，那个新夫人会食药，孙先生也没试出他的底。我明白了。你儿子的命也会手滑。他不是死忠，一路护住刘婆子，一路跟药商，都别惊动上家。夫人，是否立刻拿人？车只能证明有往来，先寄人，也寄货。去趟西仓。夫人，我愿意作证。姑娘心怀慈悲，只是这世道……现在说出来，你们只会再死一次。先藏好，只说你真正知道的。药商从不提上家，他只说过一句：宫里也在等死。他们都在等我死。不一定是一伙人，但一定有人替他们对好了时辰。那就让他们先收到死讯。你要诈死，你躺进棺材听证据，我在外面等着被陪葬。谁守门，谁报丧，什么时候醒，全听你的。又在等谁回答？等你别把自己作死，最多2刻，晚醒会伤心脉。明晨让他们来收这场丧事。苏轼训诫：药效只维持半个时辰，任何人不得擅改时辰。棺木与灵堂已按旧例准备。
碧玺后呼吸本就受压，只能穿这一层，总不能真穿寿衣剑客。先活着，再顾体面。这话传出去，真的会有人信吗？他们比我们更盼着信。宫中车驾已离宫入监，半个时辰。我记得，你也必须记得，每一息都要算清。早醒入局，晚醒伤心脉。传旨内慎道，特准冲喜心腹苏氏随官训节，以权忠贞。内廷手谕无权定一品朝臣家眷生死。娘娘代掌六宫，谁敢抗命？丧报今日才出，这道手谕昨夜便已写成。大人是临时来殉葬，还是早就在等将军死？妖言惑众！扶苏氏入关。还在安全范围，他必须等他们把罪证说完整。开棺，把他放进去。谁在里面？将军，本将还没死，松开他。本将尚在人世，哪来的寡妇，哪来的殉葬？你敢抗淑妃娘娘手谕？如中书弊案，如宗正寺合宴，只盖一方公印，就敢定一品将军家眷生死？把手谕封存，连同来人名册和交接时辰一起留证。是。昨夜御写手谕，就是你们等着将军死的证据。回去告诉下令的人，裴婷没死，苏婉也不会死。谁再伸手，本将就从手腕往上插。娘娘不会善罢甘休，本将也不会。有这些物证，今日不是将军府抗旨，是有人借公印越权杀人。证据闭上第一环，后面才能依法追。碧玺要只撑半个时辰，你还在关里穿甲，总不能穿寿衣救你。话留到脉稳了再说。你刚才不怕？怕，但怕不等于把命交给他们。北境800里加急！将军，军报5日前发出，北狄3日前已集兵压境。沈副将还说粮道有异。福伯，取温水和小火，别直接烤。沈倩，军报5日前发出，北狄3日前集兵，你今日才定亡，两地却早已平派。京城和边关用的是一张纸。今晚出京，沈括在营中被盯着，也有人等我死。你现在不能一路骑马，前3日乘车，之后按脉象换马，7日内到营。我也去。北境不是药房，留在燕京，太师先杀我。跟你去，我能压毒、救伤兵、验军粮。小姐，奴婢也去。府里还有暗线，你与福伯守药房，查清线。奴婢替你守住后路。若我们7日未到北京，立刻送入宫。将军，夫人，一路保重。每2个时辰停一次，你若强撑，自据第一条作废。夫人还没进北境，军令先下了。这是易主，先让你活着到营，再让证据活着回来。沈括的警示只能说明有眼线，不能直接定监军的罪。所以先查物，再查人。字据第一条，只是少一计，少一计也叫擅听。喝。若火油能从军库外流，编号一定会留下。将军从前谁也劝不住，那是从前没写字据。
本将听见了。放慢，拉开车距。不是车轴油，是军用火油，刚铺不久。若点火，火会顺油线封住东南出口，西壁被封，烟会更薄。要车别进补薪。有伏兵！结盾，护车，先找退路。那边能过人，不能过车，火一起就弃车。按夫人的路准备。是。前盾挡箭，后队带伤员。火箭一落，别逞强。结盾，护将军，夫人。前后出口都封，硬冲只会进箭袋。西壁被封，那里有运售缝隙，能过人，不能过车。看不准也比站着烧死强。弃车，沿西壁走。药箱只带急救与解毒。别动，两个人架他，不能丢。夫人别管我，你只管能活的人。你还在迷糊？你再逞强，我先把你扎晕。等出去再扎。那就借力走。今晚没有你，这些人走不出来。没有你下令信我，他们也走不出来，算平。汴京的人负责买命，北境的人负责开库，内鬼就在营里等我。先活着到北京，再谈选择。镇国将军裴廷7日前已病亡京师，天下皆知。尔等假冒王将，擅闯军营。郑监军，本将的脸你需要看几遍？像，可死人不会骑马，没有兵不吭和，恕难开门。他在拖时间，拖给谁看？是将军，燕回坡替我们挡过箭的那位，是将军回来了。放肆！军令！北境的军令从来姓裴，开门！将军死而复生，可喜可贺，只是来得不巧。沈副将昨夜巡粮到玉袭，撑到现在。军医说准备后事吧。刀伤入肋，避开要害，伤口平直，一刀成形。北狄弯刀是虎口，这一刀是自己人下的。将军，伤他的刀出自军中。血放干了大半，神仙难救。夫人还是别沾手，免得担干涩。干涩我担，热水、烈酒、干净布，快！哦，他死不了了。半个时辰后会醒，谁都不许进来。夫人辛苦，这是小人炖的参汤，给副将补元气。
有心了，放着吧。将军，2道的仗对不上，3成军粮，仗在粮走空，我夜里去劫，还没看清人脸，就挨了自己弟兄的刀。记得什么？下刀的人手腕上有只鹰。鹰手、管事、刺客、药商，现在加一个粮官钱通。好啊，太师的手伸到我军粮上了。传令，明日按新粮道图移仓，图只给钱通1人过目。假图？真儿。空的，中计了，撤！来时烧我的骨，走时也该尝尝。放！绑了。手还能保住，别碰水，别逞英雄。多谢夫人。周恒的私隐通敌铁证还不够，孤证入京，他会反咬伪造。那就再调鱼饵县城的钱通。我这一刀也想问问你，寻的哪门日夜？畏罪自尽，倒省事。放下来。死人不会上吊2次，他先被毒倒，再被吊上去，有人替他认罪，替太师断尾，这不是畏罪，是灭口。绝笔呢？笔迹会抖，中毒的手写不出这么稳的字。断尾断得这么快，说明经理已经慌了。那咱们收网别急，鱼荒的时候才敢离水。奉天承运，镇国将军裴廷平贼有功，即日班师回京受赏。苏轼医术通神，特召入宫，太后娘娘枕疾钦此。太后凤体微生是真是假不知，但把我单独召进宫，这道旨一半是赏，一半是勾。怕？那还去？钩子既然抛了，不咬他们会换更毒的。好，那就一起去咬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京城的水是他们的神，还是我们的刀快？不毒死人，只软筋骨，他们要活捉。赶了一天路，都喝点热的。
这不是毒，是让人说真话前先学会闭嘴的药。没有解药也死不了，多蹲2个时辰就好。可以带走了。你身后还有人。遇上你算倒了8辈子霉。彼此装死的遇上我，不也没装成？你还记着？记一辈子。谁让我洞房夜救的第一个病人，就想拿我当棋子。棋子不会让我把字据随身带着。苏婉，等经理的事了了。等事了了再说，病人还没完全康愈，不许乱许愿。裴将军死而复生，真乃我朝鸿福。听闻全赖苏夫人妙手，本宫敬夫人一杯。我若推拒，是心虚失仪；我若宴酒，明日就是善毒的妖医。娘娘的酒真甜，民妇乡野出身，头回喝这么好的酒，若有失仪，娘娘恕罪。苏夫人医术通神，老夫倒有疑问。将军之急，太医局束手，夫人如何药到病除？赶巧，赶巧？不然民妇一个冲喜的，哪敢贪天之功？将军命硬，民妇只是守了一夜。满殿的刀，他接得比我还稳。启禀陛下，太后娘娘凤体骤变，昏厥不醒。苏夫人既通医术，随朕入宫。是。苏夫人，母后若是无恙，朕重赏。太后娘娘年事已高，气血两亏，老臣尽力了。苏氏，你既能救裴青，可敢一试？太后不是病，是香里有东西，熏得太久，心脉被压住了。胡言！此宁宫香料皆经太医局验过，那就更该查。今日先撤香开窗，扎3针醒神，把人救回来。民妇失忆，救命之人，何疑之有？哀家宫里的香一直是谁供的？回母后，6宫香料素来由上宫局采买，臣妾即刻彻查。查，贼喊捉贼，倒熟练。今日之人赏了。启禀陛下。苏氏来历不明，针法诡异，一针令死者还魂，昏者立醒。此非医术，而是邪术，恐祸乱宫闱。别急，请一位自称救急缠身的老臣上前。大人夜里口干，晨起头晕，左膝逢雨必痛，可对？对，不是我知道，是脉知道。脉浮为风，沉为寒，色为瘀，医书写了800年的东西，太医院人人会背。院判大人，脉经第几卷写的？您给大家背背。背不出也没关系，我再问一句，
太后宫里那位香香叫什么？产自哪里？燃多久会伤心脉？哀家老了，听不懂什么邪不邪，哀家只知道谁救哀家，哀家保谁。赐苏氏慈宁宫腰牌，出入宫禁，不得阻拦。满朝文武没接下的阵，他一个人赢了。轻一点，花叶碎了，药性就散得快。本将军布阵10年，今日才知翻药难。裴婷哥哥，裴婷哥哥，你真没死！这就是那个冲喜寡妇，是我。3日后到我府上，我奶嬷嬷瘫了3年，太医看遍都摇头。你若能让她有一点起色，我就认你的医术；若治不好，也别再借裴家名号招摇。你奶嬷嬷现在每天醒多久？他没有借裴家的名头。安乐，病人不是你赌气的筹码。裴婷哥哥，你……他是不是夫人，我说了算；他有没有本事，病人说了算。你们……他脾气坏，心不坏。奶嬷嬷把他带大，这3年他求变名医。那就去，不是为了赌他，是为了床上躺了3年的人。先问病史，再查舌脉，然后逐一排除。郡主府之后还有太医局，太医局请我切磋医理，一个个来，病能治，嘴也能治。封闭入谷3年，真药尽失。夫人若有高见，请。腿平日何时痛感最重？产后受寒距今多久？腿一直疼，也麻，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有感觉就不是断髓，旧寒与经脉受压是一层，3年不敢动造成的拘链又是一层。封闭自然要猛攻。虎狼要攻，大补要堵。先伤了胃气，腿越不动越僵，错的是疗法。还能站吗？今日只看腿脚是否仍有回应。停药、温养、针灸、推拿，循序训练。我愿意试。嬷嬷，看着我的手，别急，想象把脚趾往自己这边收。郡主，我能感觉到。你说3个月，3个月是看服刑，不是包治，继续可能出现疼痛、疲倦等风险。谁敢乱改你的方子，本郡主先把谁轰出去。我输得起，往后京中谁再叫你妖医，先来问我。郡主方才还说他借裴家名头，现在是裴家借他的名头。将苏克卿请上来吧。既蒙太后抬举，今日便请苏克卿服众。第一题，30味药，防便。30味无误。第2题，二药相反，病人若真按此方连服，轻则呕泻，重则伤命。只是试题，拿会死人的方子当试题，说明出题的人先忘了医者为什么学药。此猫脏腑衰败，夫人若能救活，老夫心服。何时送来？谁经手？
药堂砒霜今日领出多少？治不好便认输，何必顾左右而言他？把砒霜领用部与棘手名字一并取来，因为它不是自然衰败，症状与口角残粉都高度疑似砒霜中毒。救治要立刻开始，但下毒也必须同时查。取陶罐，配吸附护卫的汤药。砒霜，猫可以慢慢救，账却该现在说清。大人，这本账册方才从药堂库房取出，无人触碰，刮痕本就在册上。刘婆子自出府后一直没回来，外头只传她染病死了。尸首没人见，消息又来得太整齐，把病柜先当假话记着。是那位苏大夫，医术极好的。压抑。有意杀人！我大人本来好好的，被他炸死了。夫人，他真的没气了吗？让开！姑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劳烦两位街坊速速前往衙署转换衙役前来取证，封锁所有出入口。闭气散能压脉压息，却压不住痛觉，真死人不会怕这一针。饶命！有人给银子，让我们等你经过便装死，还说要死在你针下。放开我，不关我的事！药包封口，银锭印记都留着，谁教你们说什么？一字不愣供出来！正事不能耽误，药还没买完。是我们误会苏大夫了。苏大夫今日前来采买药材。照常配几副调理药材。院判已经不是争医术，是要毁我名声。苏大夫，药材都打包好了。狗急到街上咬人，离主人露面也不远。太医局长要救人，却用药构陷百姓。臣一时糊涂，只是想试苏氏真伪。拿人命试医，革职下狱，封存太医局近5年药账。将军与夫人步步都赢，太师说的对，来日方长。陛下，刑部急报，将院判单独看押，饮食双人验封，消息暂不外泄，人先活着，证据才能开口。管事、药商、刘婆子、钱通、郑怀、查议、院判，人证一到关键处就失踪或翻供，我们不能再只追人。养死士、买毒料、通北敌、安插官员都要银子，银钱走过就会留下账。周氏银钱网破了20年，赔案发生在19年前。案账会放在他认为别人绝不敢搜的地方。江外似有人影，是刘婆子。刘婆子逃走，必然是回去通风报信。周氏经营20年，私账据点必定极其隐蔽，人证可除，账目无法销毁。快，那边的去水井，2人一组，别乱。
夫人，账房烧起来了。真想毁账，不会把全府人都引过去。伙食叫我们离开书房。木牌放下，别再动暗格。婆婆不是病故了吗？深夜回来，是偷东西，还是拿证据换命？我不是回来偷账，这东西能证明我接过谁的线。想死的人会把毒留满，你把毒倒了，又冒险取出暗号木牌，是决定活着把账供出来。我每送一次毒汤，便多做一次噩梦。我愿供出上游。先说能验证的。佛堂莲座下藏过一本账，佛下是耳，真账随凤。太师书房挂着百鸟朝凤，还有清县暗号管送信，鹰手烙痕管杀人。孙幕僚每月初一更换暗号。先带他去密室。佛堂那本账多半真有，可越像铁证，越像给我们准备好的棺材。佛堂的账确实像给我们的棺材。刘婆子失踪，院判未能在狱中病故，前通生死不明。将军府把线护得很紧，断了这么多尾巴，留一条会哭的蛇也有用。佛堂那本账，让他们拿。假账每一笔都像罪证，也都能翻。裴庭若上殿，就是伪造账册，构陷太师。寿宴午时，把佛堂外层换成我们的人，让他拿到账，再让他以为自己逃得出去。真正的东西只放在知道它价值的人眼前。还觉得不对？太不对！一个被控制的厨房婆子，能知道太师最要命的账放在哪里，本身就说明这消息是故意漏给他的。佛堂账不能碰，要碰，但只取证，不上殿。假账也会留下造他的人，纸张、墨色、编号与暗语。先入佛堂取耳，再顺耳找巢。刘婆子那句百鸟归巢，真账随凤，巢不是佛堂，是太师府书房那幅画。若猜错一步，所以不凭猜，真账拿到便做踏步，分存3处。这局你主刀，我护场，仍按第2点，不拿你做不知情的饵。成交。前6户分路转移，第7户藏在州府别庄，待宫中县确认后再救。人会死，账不能只活一份。第1匣归账房，第2匣入密室，第3匣随你。主刀的人知道刀在哪里。局开了。局开了。婉儿，娘总算见到你了。这不是把我8两银子卖来冲喜的娘吗？家里揭不开锅，娘也是替你寻好亲。你如今是将军夫人，可不能忘了娘家。你弟弟也不要大官，给个粮仓管事就行。有油水的最好。先算账，命人上查。福伯取来账本与契书。先算卖身银，前一门聘礼，父亲留下的田契，每一笔都附有契书或见证。你们欠我的远不止8两。陈年旧账还翻什么？这些钱折作8年吃穿，从此两清。再借养恩求官，我便把契书送官。哪有女儿
向娘讨钱的。银货两性，往后生死不误。你画押那天已经断了亲，今日来求官，是想让我把裴平查了一路的粮仓，再交给一个张口只问有水的人。福伯，送客。礼盒留下验一遍再退回，免得里面又装了谁的脏东西。到将军府闹得越大，赏银越多。纸张来自太师府常用签铺，前世来闹的时机和内容，不是他自己的主意。旧账清完了，新账刚开，礼盒退回，纸条留降。为你发达不忍娘，客死前夫又攀上将军。今日我不求谁做主，只把账一笔一笔算清。我8岁失父，16嫁病夫，3月守寡，后来又被8两银子捆进将军府。这张契是他亲手签的。前世代女苏婉，立妻。这1两支作回城盘着，拿了便离开。今后不得借我名义求官毁名，从今以后各走各路。再借我名头敛财闹事，我连这张纸一并送官。银子拿走，契书留下。从今以后两不相欠。那日被捆着送来，怎么没告诉我？陈年旧事，说了也不能重来。不能重来，可以记住，往后的事，你不必一个人扛。这一局是你自己赢的。小姐，太后给的时辰只有1炷香。他送的是药枕，不是罪证。哀家的救命恩人送个枕头，也要当刺客查。淑妃近来礼佛，心道越拜越窄。太后留住淑妃，就是在替我争这1炷香。按嬷嬷给的换直路走，不要快，也不要回头。小姐，这片莲瓣能转动。先看纸、墨、页码，真账不会只靠一本封皮，太干净了，连藏的位置都像专门等人来发现。娘娘吩咐午时换香，门怎么开着？有人来了，先装作求签。戏女苏氏替太后娘娘求寿签。谁许你们私入佛堂？苏夫人擅闯本宫佛堂，搜！都住手！你们要搜什么？是哀家让他替哀家求签。哀家寿辰，借你佛堂1炷香，也要被当贼搜。臣妾不敢惊扰母后。签文呢？沉冤得雪，否极泰来。好签，哀家等他应验。账册是故意给我们的吗？是耳，但耳里藏着写给懂旧规矩的人看的路，正是凤归西壁。仿账照搬旧规，真账就在书房西壁。兵分2路，一路在府外接应，一路只负责政务交接。今晚去看百鸟朝花，这次不是去抢一本账，是去证明他从哪里来，谁动过，谁想让他消失。只取证，不伤无辜，半刻钟后原路撤。药粉所错一格，匣里的纸就会被毁。先中和药粉，再减黄片，顺序不能错。
第一个一解。是裴氏军粮案原卷，我父亲的案存，原卷一直在他手里。先取走，回府做踏板，原件分存，别在这里看完一生。能开毒锁的人果然来了。裴婷，你拿了原卷，苏婉，你也把自己的罪名拿走了。明日早朝，先告他们擅闯太师府，偷盗构陷。印是真的，老将军的手书也是真的。老将军入狱10日，便疾病而亡，夫人殉死，大公子也战死的不明不白。裴氏族人与旧部共73口。卷宗末页列有17名经手官员，之后16人陆续死掉，唯一活着并一路高升的人是当年的户部郎中周恒。30万担粮换出的银子，养了他的门生、私兵和今日的太师府。裴家是他往上爬的第一层台阶。你现在提刀杀他，裴家旧罪未洗，你又多一条擅杀重臣。周恒死了，案却永远成了两家私仇。放手！你这一刀下去，最先被毁掉的不是周恒，是这些人的清白。我要他跪在金殿上，认清每一笔账，让73个名字重回史册。遇见你之前，我只想拖他一起死。现在呢？现在想活着看他跪下，再活着把欠你的选择还完。真账原件由福国秘藏，卷宗只做封签踏本，由太后进士持慈宁腰牌在后门接走，送入慈宁宫暗存。北狄密信踏本则有2队亲卫请先往北京交审错留证，不让任何一条线只活在一个人手里。原件分存，踏本分录，谁也不能一把火烧干净。从现在起，任何一个人出事，证据都不能一起死。裴廷伪造北狄密信，夜闯太师府，纵妻以妖术秽乱宫廷。周恒，你来说。老臣侍奉3朝，随后所谓罪证便凭空出现，请陛下为老臣做主。将军只答一句：昨夜可曾擅入太师府？有。臣取回的是家父19年前的原卷，擅闯之罪臣认，卷宗请3司共同验明。偷来的东西也能由将军一句话变成原卷，所以我们没有只留一份，指陵、官印、旗凤、旧党编号皆可验。裴廷擅闯重臣府邸，收印入狱，苏氏禁足，政务全部交内廷封存，未得朕旨，任何人不得碰政务。臣领旨。陛下把我关起来，是把周恒的眼睛引到牢门。他还封了政务，说明他早就怀疑。只差一件能动摇周恒根基的事。慈宁宫那日，我替皇帝服腕时碰过一次脉，龙体里也有与太后相近的慢毒痕迹。你确定？太后的是长期熏香摄入，皇帝的是药食同源。若皇帝真在护政，今或最迟明日，他一定会召你。你在慈宁宫碰过朕的脉，看见了什么？脉弦涩，心力在衰，是多年微毒，几成把握？还要验每日固定饮物，不能凭一次大脉定罪。 5年换了3批御膳房，毒仍未断。
陛下把裴婷下狱，又封了正午，是在护卷，也是在让周恒以为您仍怕他。周弘之女在后宫，门生便6部，私兵不明，证据不够便动他，朝局边关会一起乱。所以朕在等，朕要一把快刀，但不能反噬社稷。给裴婷合法出鞘的名分，他不会以私仇乱国。你凭什么替他担保？他要的是昭雪，不是龙椅。能杀周恒时，他先让证据活着。那你要什么？太医局凭医术，不凭门生。军中清仓分诊之法写入官选，乡野医者也能选。他没有为自己求爵位，只求规则留下。这是朕每日饮用的安神秘录，来自未开封的新批次，原样封签，交接人都要留。3日后大朝会，朕会病重临朝，你当殿验毒，查到哪里，朕便让你查到哪里。臣父领旨。陛下口谕，京畿防务仍需将军。3日后朝会之前，不得惊动太师府。你跟皇帝做了什么交易？借陛下一把合法的刀。谁？你。布局才刚刚开始。为什么把原样交给我？因为周延会盯裴家，盯慈宁宫，却不会想到你抱着的锦囊才是未开封原样。先验龙体慢毒，再查秘录经手，证据先追到书皇，不急着说死周亨。让他以为还能断尾，他越快断尾，越会亲手证明尾巴连在谁身上。怕吗？怕不妨碍下针。 3日后的大朝会，我在你身后。半步就够。仅凭秘录，如何牵出周侯？军库物资可佐证淑妃采买渠道，香料与慢毒原料同源，可作旁证。您身子欠安，议事可延后。这病痛缠了5年，今日不延后。苏安，入殿。夫人岂能上金銮殿干政？朕的命是不是正，朕说了算。脉象和秘录对得上，毒至少已经入体5年。陛下不是单纯心力衰弱，是长期中毒。每日极微，银针与侍饮内视均难查，5年积累才成今日脉象。恭进森严，5年下毒，荒唐！毒从何来？查每日皇帝必用，5年未换来源之物。这罐安神秘录，今晨刚从淑妃宫送出，封签未破，交接部一路有名。秘录方子由淑妃宫掌管，御膳房只按封罐接收，每批皆有侍饮。单次无事，长期采伤，取旧液、新液、清水3盏对验。本宫5年孝心，岂容你污蔑！娘娘是否被人利用，验过再说。臣妇查的是毒，不先替任何人定罪。毒不是进宫后才加的，他在封罐之前就已经写进了方子。第一重只能说明可疑，换对照药再验。接下来取陛下体内微量血液做第3重验证，3重结果一致，现在才能定同源。3处相合，陛下体内旧批残液、新批未开封原液
毒在封罐之前已入秘录。不是我，方子与药材每年都是父亲府上送来的，我只是照着。老臣教女无方，逆女借老臣府上旧方行弑君之事，罪该万死，请陛下废其位，交宗正寺严审。方子是谁给我的？5年尽孝是谁教的？父亲如今要拿女儿的命填自己，逆女癫狂，休得攀表！黄泉路上，我替父亲留门。陛下下旨，废淑妃位，打入冷宫待审。周恒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，暂不定罪。皇帝不是放他，是先把后宫这只眼，没有直接证据前，动太快会逼他立刻宫变。夫人好手段，下一局老夫用你的毒名收你的命。他在金殿上明明恨周恒，所以供状不是他自愿写的，甚至未必是他写的。我要当面对质。宗正寺多是周恒门生，正因如此，要在他们的大堂上拆穿。苏氏，废妃口述，书立带路的供状在此，末尾还有他亲笔画押，你有何话？请问画押何日完成？用哪只手签名？昨日，右手。他右腕错位，3日不能握笔，签名却笔压均匀，谁替他签的？或许左手你左手字形必不同，调他入宫前家书比对，再验墨层。大人若拒绝验，今日审的便不是弑君案，是宗正寺替谁护一张假纸。准你明日入冷宫，与废妃当堂对质。他反咬得越快，越证明废妃知道的多。没错，对方急于用假供封口，就是怕废妃吐露实情。那就先把他不敢说话的理由找出来。来看我的笑话，来看一张不可能由你写出的供状。我一个字都没写，也不敢喊冤。你母亲和幼弟，周恒用他们逼你进宫，也用他们逼你认下这张假供状。你既然知道，就该明白我为什么闭嘴。他能让宗正寺替我写字，也能让别庄里2个人一夜疾病。我若开口，他们便会死。周恒最常用的不是忠心，是人质。昨夜你母亲和幼弟也离京了，凭什么让我写？他们真的活着？活着，也已经不在周恒手里。现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，只决定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救出来。老公姨，研墨。娘娘，您的手。就用左手，写得慢没关系，真话不怕难看。迁除尹方，由周燕亲授。消息已经漏了。
今夜必须先把人转走。从今晚起，本宫先做个死人，死人不会再被逼翻供，活着写完，才有资格下人。放完火就走，太师府的规矩越来越差。分开看药，不许给他们药毒的机会。废妃葬身火海，尸骨难辨。先按死讯往外报，不要惊动周恒。政务和换岗牌另案封存。冷宫已经烧塌，是否还要找尸骨？不必，去了也好。一笔都不替他省，先写秘录方，再写工人换岗，最后写私兵与人质名单。他若知道我活着，会是什么表情？金殿上让周恒解释每张纸和每个活口，让他看看死去的女儿怎样替73条命作证。私兵藏匿必远，人质关押别院，一字不能泄露。所有暗线全部写尽，不留半分余地。所有罪责，白纸黑字，都在这里。待时机一到，携所有正位与你一同面圣。将军，脉象不对。千晶饮下面还压着一层银，周恒早就防着有人给你解毒，外毒清得越干净，里面这层发得越猛。他倒是看得起我。别说话，今夜必须把饮，拖到天亮，神仙难救。福伯、烈酒、炭盆、干净布3倍量。阿桃、监门，天塌了也不许人进。疼就喊出来。喊了，你手会抖。下一针，在灵庭。把饮进行中，宿主心力消耗剧烈，今日扫描已尽。苏婉，别走。我不走，你听好了，裴婷，洞房夜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拽回来的，我拽回来的人，阎王要也得先问过我。毒清了，清了，20年的毒全清了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心上还有一处，毒清了，人进来了，这处不打算清了。800里加急，北敌进起20万铁骑，连破3堡，兵锋直指北关。北敌国书在此，点名之于死而复生的裴庭一战，否则踏平北境，饮马荆棘。疯狂的口气，钟爱卿，陪去。陛下，北敌点名裴将军，裴将军若不去，是怯战辱国。去，臣意愿举荐门生督办粮草，保大军后路无忧。众卿以为如何？好一箭3雕，借北敌的刀杀裴庭，粮草攥在他手里，随时能再断一次粮道。裴庭一走，京城就是他的。臣领旨出征，只请陛下允臣3件事。讲。其一，粮草督办，臣要审括北境粮道，他用命趟过一遍，臣要苏婉随，再没人比他熟。妇女随军，于理不合。救过哀家皇帝的人，哪里不合？哀其三，家准了。臣出征之后，请陛下替臣看好京城。朕允你。裴庭听封，加封征北大元帅，节制北境诸军。3日后誓师出征。臣领旨。去吧，北狄王帐里那份旧约，你永远找不到。
臣出征之后，京城就托付给诸位了。老臣领旨。裴婷走了，周涵还在，京城是周恒的了。退朝。上一次送将军出城，府里只盼您能活着回来。这一次，老奴等您带着夫人一起回来。会回来的，你可以留京，皇帝与太后都会护你。你的毒指压住了，不是消失了。北京又将有大量伤兵，让我留在京城等消息，比上善倩更难受。替我保管，不是不要自由，是怕路上丢了。自己的退路自己拿着，等你真正想走，我亲手送。夫人，我把止血布、药签和主针铜锅都点过3遍了，我不乱跑，只听您和军医调度。沿途驿站若有人卡药材，亮这个。回来时我要看见你们2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守好京城，等我们回来。守好京城。将军守关，我们守将军的后路。准备好了，出发。心脉余毒受寒加重，这一趟不只要打赢，还得把它完整带回来。丈量相符，绝无差错。上好心骨只铺了2掌后，下面的霉斑至少3个月，不是在路上受潮，是装袋前就坏了。这一批粮肉送到前线，吃不饱是小事，每股能先放倒半营人。谁让你换粮？抬头回答。他不是负责运粮的人，是负责把消息送出去的人。拿来，别让他吞掉李审君。他们扣了我母亲，我要是不照做，先收到的就是他的手指。你换粮，边军也不会有人等不到儿子回家。去安排阿焕真粮分路运送，并按市价向乡民征粮，绝不抢。继续传报，裴婷毒伤复发，3日内只能停在黑石坡。他们会来烧粮，我等的就是他们来。谁碰过这些袋子，3日内手上洗不掉痕迹。你负责认守，我负责收网。红牌立即救，黄牌可等，绿牌自行包扎。不是按关节，不是按谁喊得响，按谁离死最近。军中救人自有救亏，一个女子一来便改，出了人命谁担？我担，但若不改，现在就会死。快！先救他，校尉伤到皮肉，压迫止血，排黄牌。再依仗听依令，谁以军节抢救治，军法处置。器械煮沸，双手清洁，无疑窃图，谁也不许省一步。他的气息回来了。记住，不是水灌得多，人就活得快。不是我比诸位高明，是处置顺序不能错，先通气，再止血，后清操，每一步都要有人负责。后清操。救归救不了今天这么多伤兵，主位给你，老夫从捧选。不是给我，是一起改。北京守不住靠一个神医，得靠每个人都知道先做什么。
快封井，这水有毒，全军后撤。先别撤，封井只是第一步，先分清是还是易水。不是一口即死的毒，是水源传播。所有人停饮生水，井与河水必须煮沸。病人饮水，排泄区立刻分开。他们不是只想病倒军营，是要让周边村落先乱，再把病带进大营。腐尸深埋，污水区撒灰，饮水和器具彻底分开。求您让他喝一口，就一口。生河水会让他吐得更快，用盐糖米汤，少量多次。他能活吗？照做，就有机会。先别跪，去把家里所有生水倒掉。照做，比谢我有用。主力营后撤半里，不得与村落污水交叉。发热、手抖、口渴，我也染上了。你在发热，手也在抖。先把最后2张药方交代完。医令也包括医者自己，你现在必须进隔离场。黄牌病人继续补液，井水一律煮沸。够了，剩下的军医会做。算，睁眼。将军，把夫人放平，立刻补液。快！夫人教我见血先闻手，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不苦。饮水、脉搏、记录。记录放在案上。将军进去，若也染病，谁守北关？按规矩，更衣、净手、蒙住口鼻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北关不需要2个病人。我按你的规矩进来，不添乱。依仗听医令，我洗过手，换过衣，离你2步。还算听话。你不是怕死在棋局里吗？醒过来，亲手决定这张纸留还是烧。不烧，也不许你替我收起来。好，不烧，也不收，等你退热，自己把它放回药箱。自己放回药箱。记忆记下，便好好歇着。稳了，夫人的脉稳了。稳了。夫人教我的，我都记住了。夫人归营。隔离区还没撤，面巾和净手规矩继续。是。医令都记着。医令都记着。夫人归营。夫人归营。假报已经送出，今日收网，后军已就位。等他们的后军全部入谷，再落闸。落闸准备。收网，后军推进。前线缺人，轻伤也得回去。能战不等于能战，让红牌回去，是拿救回来的人再送死。那绿色区域的人够吗？绿色区域的人负责运送与守营。王旗倒了。王旗倒了。缴械者不杀。缴械者不杀。周恒答应割地输粮，后来又要灭口。袁蒙文和副馆长在铁匣，保我一命，证据归你们。先按口令取降。蜂蜡别多，
先祭王印和交接人。私印、暗码、付款记录都在，这条通敌链终于闭上。单一私印可以伪造，暗码无误，京中真账与北狄王剑四处相呼，便不是巧合。北关已定，该回京收最后一程。封蜡完成的铁甲将会亲委同事。私印、暗码、付款记录都在，这条通敌链终于闭上了。北关已定。北狄主力败了，裴廷押着北狄王与盟叔回京，那便不等他活着回来。刚夜，朕尚未死，他便替朕写好了遗诏。陛下病重，为免奸臣挟天子，老臣只得暂代朝政。代的是朝政还是皇位？老臣代的是天下安稳。代政与位，见相。陛下安心养病。密诏已押奉。密诏、手书、凤印缺一不可。宫门已封，走北城旧水道。你是去送凭证，不是拼命。母后怎么办？他们暂不敢杀我，你留下只会多一个人质。追！郡主，赤仓就在前方，追兵交给我们。我会把密诏、秘书和封印完整送到裴廷手里。密诏、秘书和封印都在。原件还在，我没有把它丢在路上。周恒矫诏封功，母后与皇兄都在他手里。强攻北门，半日能破。城里是百姓和自己的守军，周恒想让我背上兵变之名，我偏不替他洗。副本射入城，原件不离人。裴廷私自带兵回京，挟持郡主，意图谋反，开门者诛九族。有真诏，就让陛下亲口宣读。若称病重，便出玉玺和中书副手。你手里只有吴副神的纸。奉陛下密诏，太后懿旨，周原矫诏作乱，守城军放下兵器者无罪，助逆者依法论处。你把最危险的路走成了最少流血的路。这座城不是周恒的，也不是我的。裴廷带兵逼宫，诸位都看见了，谁是逆臣，不言自明。臣未持兵刃上殿，城外大军未进民房，今日只请陛下验案。一件一件验，谁也不许插话。19年前裴氏军粮案，福伯保存的真账与官党齐凤、指陵旧印相合。北狄俘虏呈上原盟书、暗码本与付款账，京中账页日期、数额一一对应。口供可逼，账册可造，敌国更会攀咬。凭这些，便想定三朝太师的罪。那便再加一个最熟悉你的人。5年秘鲁方，冷宫伪贡，宫变司令哪件事与你无关？你该死在火里！你烧的是一间宫，不是我的嘴。捂住口鼻，开殿门！我从寒门爬到今日，凭什么要被裴家基本破绽抬回泥里？因为你在这亲人3条命上。周恒即刻收押，交3司会审，当予按证处置。不株连无辜，准借机报私仇。19年前裴氏军粮案同步重审，任何人不得干预。
为赢了吗？押走。你等到他跪下，还差最后一步，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送回家。老将军，今日可以开此门了。裴氏满门忠烈，原判撤销，死者追复名籍，流放后人，准归乡承嗣。爹、娘、大哥，30万食粮，17名金守官，73条命，每一笔都查清。裴家没有通敌，也没有复国。哭吧，谁也不需要你再忍。老将军，您等到了，小将军没有走错路，也没有让仇恨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周恒。他们不是罪臣家眷，是忠烈之后。活着的人要有归处，死去的人也要有名字。活着的人都来了，没有赶回来的，我替他们把名字念完。名字回来，人就不算白死。裴守义。我以为昭雪之后会轻松，真正等到这一天，才知道19年不是一张圣旨就能翻过去。圣旨不能抹掉19年的痛，但能让这痛不再被焦祖祠，也不再你一个人背。豆子，你一页一页看，不必顾虑我。安杰，北境定，你的自由全部归你，去哪里都有你，府中不拦，也不跟。你连我去江南开医馆的钱都算好了。第一次把你迎进门时，没人给你退路。这一次，我想先把路铺好。那你呢？我会留在京城复查旧案，也会按时服药。你不必因为担心我而留下。我答应过，不拿救命之恩困你。替我保管到婚礼那日，不是为了走，是记住我留下，并非无路。老奴记住。第一次成亲，你昏着进门，我躺着等死，我们都没有选择，也没人问过你愿不愿意。苏婉，我重新求一次，不是冲喜、同盟或告恩，你有路可走时，仍愿意嫁给我吗？先替我戴上，别急，慢慢戴稳。戴稳了，就当我答应了。你救过哀家，也救过北境百姓。今日不论功，只问一句，愿不愿认哀家做义母？太后为何忽然提起这个？哀想给你一个娘家，不是抬高你，是要天下知道你的医术、尊严和选择不靠任何夫家才成立。女儿拜见母后。那我以后真能叫你姐姐了。先把嬷嬷的训练做完再撒娇。苏氏救驾安边，立医有功，赐号西安公主，不收回行医身份，也不以公主礼制限制开馆和入军营。你提过的医官考核与军医规程，朕会继续推行。臣妹谢陛下，也替以后能凭本事行医的人谢陛下。
就力称此日冲杀，是否另择吉期？日子没有罪，错的是当他入门的人。但最终由你决定。你若不愿想起，我们就换。正因为那天差点是我的死期，才要把它过成新日子。同一扇门，曾经是被推着进，以后也能由我自己走进去。准奏，并命婚礼从简，不得扰民。小姐，嫁衣绣什么纹样？香囊要配哪种香料？这次拜堂，你不会再躺着吧？我会提前1个月按医嘱养好。只要你不偷偷少服药，除非你把我扎晕。看表现。北境伤兵、一村百姓、一诊病人都在上面签了名。我救人不是为这一把伞，我们送伞也不是还债。分诊、清汪、煮器械、防疫和饮水管理已在数营试行。以后没有你在场，军医也知道先救谁。我不求原谅，只想把余生用来偿。该偿的是法律判下的错，不是永远跪在我面前。是他。菲菲托人送来，不求回信，也不求见面。他长期受人质胁迫，又主动接案，三司据此从轻，皇帝免其死罪，削籍，终生监居城外别院。他不得再入宫。能做普通人，才算第一次活着。这么多人都排在你心里，我往后得更努力。将军现在排第几？至少比药香靠前。药香不会瞒病情，也不会少服药。那我从今日起认真争取。苑大夫也有人救。这件事交给我，一辈子慢慢学。今日这根结只系福气，不计去留。那一日你不喜欢，自己解开便是。小姐，这支簪救过将军的命，也救过您的命。今日它不再是急救的针，只是您愿意戴上的架簪。仪仗已齐，没有轻接，也没有强征。百姓愿意同行的，便在长街两侧送一程。苏大夫长安，裴将军长安。这一回是我自己先开教练，也是我自己决定走向谁。这一回你可以向前，也可以转身，无论你选哪一边，路都不会被封。我知道，我先确认自己的路还在。苏大夫，裴将军，百年好合。一起回家。好，但先说清楚，今日旅程后药也要按时喝。遵医嘱。所以这一回是我自己走进来。一拜天地，二位新人行礼。我自己能起，不用扶。好，我等你站稳。苏婉，到这一步，你仍愿意吗？拜到这里才问，不过不算晚，至少这一次我能自己回答。现在反悔也来得及。门在身后，录影在你手里。不反悔。
它不是不吉利，是我必须记住的边界。婚书给我爱他的名分，和离书提醒我不能困他。她是将军夫人，也是义安公主，苏大夫更是她自己。我会一直留着，不是预备离开，是提醒我们，留下必须是每天的选择。爱也不能替代尊重。这一次才算真正离城。现在能牵紧一点吗？可以。洞房也带衣香。经历过第一夜，我不信任何混房可以不被急救。经历过第一夜，房某人高兴过头，心脉又乱。我如今很听医嘱，按时喝药只是合格，还有很多年可以干。我记着。第一夜你拿银簪靠近我，我以为你是周恒派来的。第一夜你抓我手腕，我以为救回来的是个不讲理的病人。那时只想活过半个时辰，没想过会做到今天。后来呢？后来发现确实不讲理，只是还能听劝，也值得救。这评价比金殿封赏更难得。我仍怕有一天你会发现外面的路比这里更适合。我不怕你有路，只怕你不愿告诉我。我怕系统消失，也怕一切被收回，所以我要保留名字、医术和选择。那便不说永远，今天留下，明天再问。每天都问，不嫌烦。比起猜一辈子，我宁愿每天听答案。今日的答案是留下，不是因为婚书，也不是因为你欠我，是因为我愿意。明日呢？明日醒了再告诉你。那我明早再问。好。那我等你。晨间复诊。第7日。别说话。最后一次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命令，也没有抹杀，只把选择，把决定交还给他。脉有问题。先别说话，呼吸放慢。好，来。寒天胸口还痛吗？我有钝痛。夜里会不会憋醒？不会憋醒，近1月也没有心悸。心脉已稳。知识已归于你，愿你往后所救之人，不再只由天命决定。谢谢，也替我告诉原来的苏婉，我活得很好，她的名字也没有消失。怎么哭了？一位陪我从洞房夜走到今天的老朋友离开了。那我陪你送一程。好。他替你开过门，真正把人救回来的，一直是你。以后没有捷径了。以后没有捷径了。规矩先写在门外，进门后才不会只靠谁的脸色。苏大夫真是好人，以后看病不用求人了。红牌急诊先入，黄牌候诊，绿牌取药。老人和抱婴者到廊下坐，不必一直站着。先入内，其他人让出通道。黄牌仍按顺序，不会漏掉谁，也不会因急症插入少配上谁。从前老夫怕教会徒弟便少一口饭，如今才明白，多一个会救人的，就少一条冤死的命。每名学徒亲手记录，不许只站在旁边看。姐姐，皇兄办到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医术不能困在宫墙高门。按公事减免，不必跪，治病是规矩。谢谢大夫。按医嘱，监督馆主按时吃饭。将军今日的军务就是先帮我把最后3位病人的记录送到药房。这是药膳，
还是军中行迹？火候按方子，盐也称过，至少熟了。做饭和行军一样，主帅先试。可以改进。确实熟了。以后就算我不在，这些灯也要有人继续点。会的。先保呼吸，再止大出血，最后固定，顺序不能乱。又熬过头了。这次可能不是。是旧毒反应，还是哪里不舒服？都不是。将军可能要学一门比打仗更难的事。什么事能比守北关还难？当父亲。我该做什么？药要不要停？你今日站了多久？刚才有没有被病人撞到？第一件事，先呼吸。小姐，是喜脉。我会学，医嘱也全部听。军医新规编入州县医署，惠民医馆列为教学医馆，只末另写明，医者有孕可自行安排坐诊与主理，不得强夺医馆职权。写进明文，才不是一时恩典。以后我不是只替小姐滴药了。你早就不是，名字写上去，只是让天下也承认。你来到这里那晚，想过会有今天吗？那晚只想先活过一个时辰。现在呢？让孩子知道母亲有自己的名字，父亲也不只会打仗。明日还留下吗？明日醒来，再打你一次。没有神迹，也没有命定，只有人在黑夜里为彼此留灯。